这破路把老奴的骨头都颠散了。再忍忍，应该快到了。咦，怎么不颠了？这路……小姐，这路面比京城御道还平整，像是用一整块青石磨出来的。老农活了50年，从没见过这种路。这就是水泥路，比奏报上描述的更加不可思议。陆文渊在奏报里写了5次神乎其技，朕以为他夸大其词。继续走，朕要亲眼看看这条路通向一座什么样的城。小姐，这个沈峰是把规矩刻在石头上了，前方500步城门，连距离都算得清清楚楚。连行路都有规矩，这个沈峰是把他的城当成了军营来管。小姐您看，那城墙上密密麻的全是弩机，还有投石车，这哪是城防，简直是一座军阵。烟囱，站住，请登记。姓名籍贯，进城何事，预计停留天数。这位小哥，我们是京城来的商队，这是录印，录印是录印，登记是登记，这是黑石城的规矩。姓名，姓陈，名福，籍贯，京城。录影都没用，这沈峰的规矩比朝廷的录影还管用。临时通行证，离城时交回。城内主干道限速不得超过步行速度，就是说马车不能跑，只能慢走。限速？这数字是？那是阿拉伯数字，城里的规矩都写在那块牌子上。你进城前先看看。阿拉伯数字。马车请停在画白线的马车位内。停在白线外，罚款1两银子，这是城里的规矩。这也得管，连停车的地方都给画好了。沈爷说了，秩序就是效率，马车乱停会堵路，堵路就影响所有人。刚刚的木牌你收好，要是丢了，补办要交10文钱补办费。10文钱？这木牌比朝廷的牙牌还金贵。不是金贵，是规矩。沈爷说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这木牌是您在这城里的身份，临时身份。临时身份？那这城里的常住居民呢？他们有铁牌，烙着名字和门牌号，进出城门不用登记。连马车停哪儿都管，这个沈峰是把整座城当成了自己的家来管。小姐，这地方有点怪异。行人优先，靠右行走。陈福，你觉得这些规矩京城做得到吗？做不到，京城那些街道没人敢管。不是没人敢管，是管不了。管街道要先管住人，管住人要先给他们规矩，给规矩还要让他们愿意守规矩。沈峰用了什么办法？罚银子，罚扫街。小姐，恐怕不只是罚。刚才那个守卫，他是真心觉得这些规矩是对的。京城来的吧？看你们不认路，有什么要帮忙的？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京城来的？这城里没有穿你们这种料子的人，你们这衣裳一看就不是干活穿的。小姐，那是茅房，这么干净的茅房，还是水泥砌的，居然连茅房都管。我进去看看。老奴也去。这比王府的后堂还干净，连如厕之地都如此讲究，此人治城确有方法。李统领，京城最大的酒楼后厨都没这么干净，陶瓷蹲坑，用水冲洗，这得花多少银子？不是银子的问题。那是什么？是管。有人管就干净，没人管，金子砌的也会臭。哎，
这位老伯，男厕所在旁边。哎呦，抱歉抱歉，是老奴唐突了，老奴这就走。里面怎么样？小姐，里面很干净，用水冲洗，没有臭味，比京城最好的人家都干净。看来这个沈峰果然名不虚传。这么多女子一起做工，看他们的手法熟练统一，不是随便招来的散工，是经过训练的。你们是京城来的吧？看衣服就知道。姑娘眼力好，我们刚进城，听到这边有响声，就过来看看。这是叶姐的织布房，用的是水力飞梭织机，一天能织10匹布。水力飞梭织机是谁造的？是沈爷设计的，周铁师傅拜着人造出来的。叶姐管生产，这种丝棉混纺的布，连凉州的商人都排队抢着要。你们在这里做工，一个月能挣多少？上个月我挣了2两5钱银子。2两5钱，比凉州府衙的书役还高。叶姐说了，男女平等，不丢人。男女平等。这位大嫂，请问这些门上的铁牌是做什么用的？门牌号，沈爷让定的，每家一个号码，送信的、找人的报号码就找到了。以前找人得打听半天，现在连小孩子都能指路。这些数字，你们认识吗？认识啊，工匠学院免费教，去了就给1块石板1支炭笔，学3天就能认10个数字。我闺女现在都能用数字记账了。这是1个加1个等于2个？错，是1加1等于2。爷爷，你说错了。大嫂，你说工匠学院免费教，是谁都可以去吗？谁都可以去。沈爷说，脑子比出身重要。我男人以前是矿工，现在也在上夜课学记账。脑子比出身重要。多谢大嫂。小姐，您看那个挂旗的杆子，红旗停，绿旗行，他们真的在照做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朕也想知道。我也想知道。是啊，小姐，咱们得好好看看这个沈峰到底有什么魔力。这些符号就是阿拉伯数字。你是京城来的商人，听说黑石城有趣，来看看。你刚才写在木板上的这些符号，就是沈峰教你们的阿拉伯数字。是的，这个是红花12斤，这个是煤药8斤，酒精36瓶，12、8、36。用数字写比用汉字写快得多。用数字应该不容易被篡改吧？你说的对，篡改账目是最常见的问题，但用了阿拉伯数字，每一笔账都能对得上。这是医疗站的库存公告，我每周更新一次，挂在门口墙上。所有药材用了多少，还剩多少，全城的人都能看到。公开库存，不怕有人偷药材。知道所有人都在看，反而没人敢偷。公开就是最好的防盗。沈大哥说的，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。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地。这句话应该刻在户部的门楣上。全天下的贪官污吏，最怕的就是阳光。你说的沈大哥，就是沈峰。是的，这些数字是他教的，公开库存也是他提的。最开始我觉得麻烦，但试行了1个月，发现好处比坏处多很多。病人们看得懂这些数字，最初看不懂，但工匠学院开了数字课，免费的。现在城里至少1半人认识10个阿拉伯数字。这套计数法如果推广到全国，需要多久？推广到全国很难。黑石城能做起来，是因为沈大哥在这里。工匠学院、工业体职业培训，所有的东西都配套在一起。光教数字不教用数字的方法，教了也会忘。但如果能把黑石城的模式搬到其他地方，至少要5年。5年。如果朝廷出面推动呢？如果朝廷真的愿意推动，3年可以，但前提是派去的人必须懂黑石城的模式。
苏姐姐，沈大哥在工匠学院教算术，你要不要来听？今天讲新内容，说是能在工业上的。我正要去工匠学院，沈大哥今天讲新课程，你如果有兴趣，可以一起去看看。工匠学院不拒绝外来人。苏姐姐，这位是京城来的客人，对数字很感兴趣。这是叶小河，叶氏织布坊的老板。京城来的，欢迎来黑石城。我们这里的规矩有点多，但习惯了就好。走，一起去听沈大哥讲课。好。化学基础，这个化学是什么意思？宋静心师傅开的课，研究物质如何变化，火药配比、水泥配方、冶金温度都属于化学。沈大哥说，化学是工业的基础，研究物质如何变化的课程。快走吧，沈大哥的课要开始了。迟到了虽然不至于罚我们，但会错过开头。好。嘘。今天讲新内容，上节课讲了加减法，这次讲乘法。这是一个织布坊女工一天的产量12尺布，这是她一个月的产量36天乘以12尺。有人能告诉我，她一个月能织多少布？沈爷，我用加法的12加36次。对，但如果你要算100个女工用100天能织多少布，你还要加10000次吗？这就是乘法的意义，不是让你偷懒，是让你看得更远。一个人一天的量叫个，一群人一段时间的量叫体系，然后把这些量乘起来，就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成果。这就是一个100人织布坊一个月的总产量。不用乘法，你一辈子都算不出来。用乘法，3秒就够。数字不是天书，是工具，会用数字就不会被人骗。沈爷，我用了你的记账法，这个月的账目清清楚楚。这就对了，数字不会骗人，但前提是你要会用。学会了数字，你就是自己的账房先生；学会了计算，你就能保护自己的银子不被别人偷走。学会了数字，就能保护自己的银子不被偷走。他把知识变成了武器。沈峰的记账法是专门教给工人的。是的，沈大哥设计了一套最简单的记账法，收入、支出、结余3栏表格，用阿拉伯数字填写。工匠学院把它印成小册子，免费发放。现在城里几乎所有工匠商户都在用。印成小册子，他连印刷都想好了。沈大哥说，好东西要能复制，不能复制的东西再厉害也只是一个人的本事，能复制的东西才是一座城的本事。今天的作业，回去后把你们这个月的收入用乘法算一遍，算完之后和你们自己之前记的账对照。如果有人多算了你，拿着账本去找他；如果有人少算了你，你知道该怎么办。谢谢沈爷。下课，晚饭食堂有炖羊肉，去晚了可没有了。沈大哥，这几位是今天刚到黑石城的客人，他们是来自京城的商人，对咱们城里的新鲜事物很感兴趣。原来是京城来的贵客，欢迎来到黑石城。沈先生客气了，我姓萧，经营些南北货物。听说黑石城有一些新奇的东西，产出的物件更是别处见不到的，所以特地想来见识见识，顺便买一些货物回去。萧老板消息灵通，黑石城确实有些粗笨玩意儿，欢迎观看。看上什么东西可以随时来找我详聊。早就听闻黑石城的铁器和各种机械十分精巧，不知沈先生能否行个方便，让我去坯厂或者工坊开开眼界。若是货好，价钱自然好商量。既然是来做生意的，自然要看货。不过坯厂那边烟熏火燎的，萧老板若是不嫌弃，明天一早我可以安排人带你们去转转。那就有劳沈先生了。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商人就用商人的规矩来试探你，看看你这黑石城
到底藏着多少秘密？这位大嫂，这里为什么有3个桶？这个是厨余桶，菜叶剩饭到这里，旁边的是可回收桶，纸布、瓶罐都放这儿，最后那个是其他垃圾桶，灰土碎渣之类就丢那边。沈爷定的规矩，你怎么看？说实话，一开始觉得烦，但后来发现这些垃圾真的有人来收。煤渣送到坯厂，坯厂烧砖不花钱买燃料，菜叶、碎布卖给农户，回收坊造纸。沈爷说没有白扔的东西。以前我们觉得垃圾就是垃圾，现在知道垃圾也能变钱。垃圾变钱？回收坊收碎布和废铁是给钱的，我们这栋楼的人每月靠卖垃圾能攒个几十文钱。沈爷说这叫循环经济，能烧的变成燃料，能埋的变成肥料，能用的重新加工。小姐，您站在这儿看垃圾桶看了快1盏茶的功夫了，这桶有什么好看的？陈福，你说京城一天产生多少垃圾？这老奴还真没想过，京城几十万人，一天产生的垃圾怕是堆成山了。小姐的意思是，京城也该像黑石城这样分桶？不是分桶的问题，是脑子里的问题。京城的人习惯了扔出去就和自己没关系了，黑石城的人知道扔出去的垃圾还会回来，变成燃料，变成肥料，变成新东西。观念变了，行为才会变。他用了什么办法让观念变？刚才那个妇人，她卖垃圾每月能攒几十文钱。沈峰不是让人守规矩，是让人发现守规矩的好处。什么？上房3两银子一碗？这价钱比京城最好的悦来客栈还要贵出1倍有余！你们莫不是在这边陲之地开黑店？这位老伯，咱们黑石城上的客栈管水管洗漱，住的是水泥房，供的是全天候的热乎劲儿，全程一个价，概不打折。陈福，付钱。能让地处戈壁的边城敢开出这种价吗？我倒要看看沈峰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3两银子一碗，这不是宰客吗？屋里太干净了，不像寻常驿站。小姐快看，这田馆里竟藏着条喷水的活龙，竟能自取清泉。这黑石城当真是财大气粗，连这饮水的白瓷瓮都做得这般玲珑剔透，这水瞧着清亮得很，正好给小姐解解渴。公公住手！那是如厕之物。老奴真是糊涂透了，让小姐看笑话了。笑话归笑话，但沈峰能让这些农户工匠都用上如此精妙之物，其用心深远。明日去坯厂，陈福，你且收敛些，咱们得亲眼看看他那工业体系的真颜。玄清，你方才瞧见没？陈公公那个老糊涂，竟差点把那如厕的马桶水给喝了。他素来眼拙。陆大人好，今天又是来议事的，来谈凉州工业推广的事。对了，沈爷在哪儿？沈爷在坯厂里面。每次来都不一样，上次来的时候，城北的坯厂还只有1根烟囱，现在3根了。大人，黑石城变得真快，不是黑石城变得快，是沈峰变得快。他脑子里出来的东西比凉州府衙6房书吏加起来都多。大人，这祈雨灯凉州要学吗？要学，但不是现在。先学水泥，水泥是基础，然后学砖窑，砖窑是房子，然后才是交通管理。沈峰跟我说过要一步一步来，他的道理都是用实践证明的，这点朝廷里那些清谈民子一辈子都学不上。大人，您这话要是让京城的御史听到了，御史又没在黑石城生活过，我说的是事实，事实不怕御史。
沈爷在坯厂里面正在和周铁师傅看新一批耐火砖的样品，宋师傅也在，他们在3号窑那边。我自己过去，你们在这等我。陆大人来得正好，看看这批耐火砖，宋师傅改良了配方，加了石英砂，耐火温度提升了200度。200度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意思是砖窑可以烧更高温，炼出来的铁更纯。凉州高窑如果想升级，这批耐火砖是第一步。我正为凉州高窑的事儿来的。按你的水泥配方改建后，产量翻了1倍，但是水泥标号不稳定，有时硬有时软。知府衙门的师爷们搞不懂，只能来找你。我让宋师傅派人去凉州驻场指导。这事儿上次就说了，马车停对位置了吗？停对了。上个月第1次来停错被罚了1两，回去我就在凉州府衙门口画了马车位。现在整个凉州的衙门都知道黑石城的规矩，停车要停白线框里。规矩不怕小，管用就行。申峰，我今天来不只是为水泥的事。说。朝廷最近有动静，户部发来了公函询问黑石城，我把你的城市管理模式写了一个详细的折子报上去了。朝廷怎么回复？还没有正式回复，但我从兵部一个老朋友那里得到消息，有人注意到了你的武器、手枪装备安保队，这在边镇是前所未有的。安保队是地方自卫武装，朝廷是允许的。你要有准备，迟早有人会来，不是来找你麻烦，就是来拉拢你的。让他们来吧，黑石城不怕被看，也不怕被查。好，那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，陛下最近微服出巡了，不在京城，具体去了哪里没人知道，我只是告诉你一声，做好准备。平西王赵元宵这几年一直在囤积实力，他野心很大，离我们也近，你要注意点他。沈爷，陆大人走了。走了。宋师傅，你看那个女子像个商人吗？需要我去问问吗？不用，我有预感，陆文渊说的那个人可能已经到了。肖老板果然守信，昨晚黑石城的客栈虽然简陋，睡得可还习惯。沈先生治下严明，连客栈都比京城少了几分嘈杂，还有很多新奇的东西，倒是让我这买卖人开开眼界了。沈先生，昨日说的新式铁器，今日可否让我近前细看？若货真精良，后续生意好谈。既来定大单，自然不懒，请。这条路也是水泥铺的？是，瞭望罩需要快速上下，碎石路太滑，水泥路雨天也能走。连瞭望哨的路都用水泥，你在黑石城到底铺了多少水泥？城内所有主干道、支链、城墙走道、谷口通道全部铺了水泥，加起来大约15里。15里，京城长安街也不过3里。你在蛮荒之地修了京城5倍长的硬质路面，因为我知道，要想富先修路，路铺好了，东西才能流动，钱才会流动，钱流动了，经济才能发展。这就是黑石城的指挥灯。谁来操控其余？瞭望罩值守员，他们站在高处，能看到整个路口的交通情况。上午和傍晚各1个时辰是交通高峰，那时候驼队进出最密集。有其余指挥，能让驼队进出效率提烧1倍。从这儿能看到全城，北边是坯厂和高炉，南边是纺织厂和回收坊，东边是工匠学院和医疗站，西边是城门口和停车场，中间这条路就是我刚才说的15里水泥主干道。沈峰，如果朝廷要在全国推广你的城市管理模式，你愿意出人吗？萧姑娘的问题不像是一个商人会问的。商人关心成本和收益，全国推广就是最大的市场。我出渠道，你出技术。管理模式要因地制宜，凉州的交通规则和京城不可能一样，但水泥配方、炼钢方法、医疗消毒、阿拉伯数字这些技术可以标准化，技术才是可以全国推广的东西。那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一个特权，黑石城的技术输出不受地方官员管辖，
任何省份要引进黑石城的技术，必须直接与黑石城签约，当地官员不得干预，不得抽税，不得安插人手。这个特权需要朝廷以圣旨形式颁下。你的顾虑不无道理。沈峰，今天下午带我去看你的安保队，我想看看那些手枪。萧姑娘对武器也有兴趣。一个商人如果对武器没有兴趣，他的商队早就被马贼抢了。好，下午带你去。不过在那之前，先吃饭。食堂的炖羊肉去晚了就没了。小姐，您看这句“非万不得已不对人开枪”，他们还把这规矩贴在墙上。这句话比圣尺短，但比刀还重。拔枪，瞄准！记住沈爷说的话，拔枪不是为了开枪，是为了不开枪。让别人看到你手里有枪，他就得掂量掂量。放下！沈爷，这些人手里的枪，第2代手枪，精钢打造，安保队30人，人手1把，每边拍16发子弹。人手1把，可以让他演示一下吗？这枪是谁造的？我设计的，周铁师傅打造的。我说过，手枪是防身用的，不是进攻用的。进攻靠连发弩和投石车。防身用的，但你配发了36发子弹，防身不需要36发不是给一个人防身的，是让一个人在1个月的巡逻中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都有子弹可用，不需要每次用完了就跑回来领子弹。这不是防身，这是让每个人都能独立完成自己的任务。这枪还有多少把？安保队30人，人手1把，另外备用了5把，合计35把。35把，足以武装一支精锐护卫队。这个沈峰的武装力量比凉州守备府还强。凉州守备府的火器营配的也不过是火铳，射程和装填速度远不如这把手枪。如果有一天朝廷需要你造更厉害的武器，你会造吗？会，但要看朝廷拿它来做什么。如果是打入侵者，我会；如果是打自己人，我不会。你怎么判断什么是入侵者，什么是自己人？入侵者要毁掉黑石城，自己人不会。沈峰，我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请说。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和你一样的枪来打黑石城，你怎么守？我会造比这更厉害的枪，让征服者不敢来。好，你的回答我记住了。萧姑娘，约你来这里是因为这里够安静，没人打扰。有话就说，我对啰嗦的人没有耐心。好，那我直说，你不是商人，因为你今天问的那些问题不是商人会问的问题，那不是一个商人的思维，那是一个掌权者的思维。你还看出了什么？这个。萧小姐姓萧，大燕皇族不正是萧姓？而且这个字，你知道吗，沈峰？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什么错误？你猜到了我的身份，但你没有假装不知道。如果你假装不知道，你可以继续藏你的底牌，但你没有。你把这件事摊开来了。我来黑石城本来就是为了亲眼看看你，现在我看的差不多了。那陛下看到了什么？你改口的倒快，我看到了一个敢和皇帝谈分赃的人，一座比京城管理的更好的城，一个把流放犯变成工匠的人，还有一个让人很不安的武器作坊。不安，但不一定是坏事。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取决于你明天怎么和我谈。沈峰，明天正式登门，以真实身份，准备你最好的茶。他不是来看城的，
他是来面试的，面试的是我。你要接待谁？一大早就起来收拾屋子。一个很难说清楚身份的客人。锦月，今天上午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。好，我在医疗站，有需要叫我。苏姑娘，早上好。萧姑娘，请进。这就是你的家，沈总督。陛下，请坐。陆文渊每次来黑石城都会给朕写奏报，他的奏报里有这么一句话：黑石城模式可以推广全国，你觉得呢？可以，但全国推广的不是管理模式，是工业技术。工业技术可以标准化，水泥配方、炼钢温度、医疗消毒、阿拉伯数字在哪里都一样，这些可以全国推广。你愿不愿意帮朝廷做这件事？愿意，但有一个条件。详细说。我要一个特权，黑石城的技术不受地方官员管辖，当地官员不得干预，不得抽税，不得安插人手。这个特权需要朝廷以圣旨形式颁下。你要的是技术自治权。是，没有这个特权，技术到了地方就会被层层盘剥，被地方势力把持，到最后，技术不是在造福百姓，而是在养肥一群蛀虫。你的顾虑不无道理。既然技术自治的事已定，沈峰，带朕去看看你这黑石城的根基，朕想亲眼见识一下。还有那个连臣服都赞不绝口的食堂。既然陛下有此兴致，臣自然遵命。戴帽子干什么呀？下井必须戴安全帽，矿井里会有碎石掉落，这个帽子能救命。赵队长，矿上的安全规则是你定的？不是，是沈爷定的。沈爷说，矿工的生命比矿石更值钱，如果死一个人，全矿停产1天，查明原因。上个月停产1天的损失是300两，但如果少死一个人，300两值。老张，今天的通风检测做了没有？做了。下井前用火把测了，火苗不灭，空气没问题，木挂也都检查过了，没有松动的。通风检测用火把怎么测？火把不灭，说明空气里的氧气够用，这是土办法，但管用。我正在让宋应真研究一种更精确的检测仪，用化学反应来测气体，不过现在还在实验阶段。赵队长，这地上的2条长木头架子是作何用途？铺得这般平整，倒像是什么雾似的路。这确实是路。这是运矿石的轨道，专门供矿车滑行。矿工们在深处采下的矿石，装满车后，顺着这轨道一推，就能省力地运出井口。有了这轨道和矿车，这一来一回省下的力气，能让矿山每天多出几千斤铁矿石。沈峰，你的矿工比凉州官窑的矿工快了10倍。因为他们不是在扶摇子，他们是自由劳工，有工资，有休息日，有安全规正，知道自己的命有人在乎，干活的心态就会不一样。如果全天下的矿工都像他们一样，产量会翻3倍，死亡人数会降80%，但前提是矿主愿意把矿工当人看，不是工具，是人。虎哥，今天采了3000斤。好，去澡堂洗个热水澡，食堂炖了羊肉。澡堂分男女，定时开放，热水通过管道从蒸汽机锅炉送过来，食堂供应3餐，矿工凭工牌免费吃饭，家属半价，孩子在工匠学院上学免费。这一切多少银子？月运营成本约500两，矿山的收益是3000两，净赚2500两，你从哪里编出来的？安全规正减少了伤亡赔付，澡堂和食堂减少了病假天数，矿工知道自己的命有人在乎，干劲儿比被鞭子抽出来的强得多，效率提上来了。沈爷，老孙，今天下井几个时辰了？ 3个时辰。规正规定不超过4个，我得留1个时辰的余量，回去还要接孙子放学呢。老孙是这儿工龄最长的矿工，他最遵守安全规定。不是最遵守，是最惜命。沈爷说的对，命是自己的，矿是成的，活着才能挣钱，吃羊肉，抱孙子。这话是谁教他的？不是教的，是他自己从规城里悟出来的。规城是为了保护，而不是惩罚，让人知道保护自己比多采矿更重要，他就会自己遵守，不需要鞭子。小姐，这食堂的羊肉比咱们客栈的还香。
食堂打饭有标准，每份肉不能少于3两。如果有厨娘少给了，第1次警告，第3次开除，并载入用工记录。用信用体系管人，比用刑部管人更有效。他是家属，带孩子来吃饭只需半价。大嫂，请问这里的生活怎么样？以前在其他地方那是拿命换粮，塌方了矿主都不管埋。后来听说黑石城招工，我们就搬来了。沈爷说了，工人不是牛马，是人。你长大了想做什么？想当医生，像苏姐姐那样给人看病，因为苏姐姐能让人不疼。沈峰，朕看了你的矿山，规整澡堂、食堂、教育，这一切并非朝廷所逼。你建这些的理由是什么？理由很简单，他们不是工具，是人。他们给我挖矿，我给他们安全和生活，这不是施舍，是交易，公平交易。如果全天下的矿主都像你这样想，那天下就没有矿变了。沈峰，带朕去看看工匠养老院。这些老人都是工匠，都是。现在他们干不动重活了，就住在这里。住在这里需要什么条件？工匠干满15年，退休后可免费住进养老院，吃住全包，每月有零花钱，还能干轻活的，可以做一些手工，成品卖了钱归他们自己。15年不算长，也不算短，定这个数字的依据是什么？一个工匠从学徒到出师大约5年，再干10年，他教出来的徒弟至少3人，创造的产值远超他的工钱。15年后他退休，不是施舍，是兑现。老人家，您在这里住多久了？从养老院开门就住进来了。以前住在哪里？以前在凉州官窑干活，干到60岁，窑主说不要了，干不动了，我被赶出来，差点冻死在路边。后来是沈爷派人把我接来。接来之后呢？给房子住，给饭吃，给衣裳穿。开饭啦！沈峰，建养老院的钱从哪里来？从那些烟囱里来。工业的利润一部分留给工人，一部分留给老人，一部分再投入研发。黑石城没有股东分红，所有利润都留在城里循环。这不是施舍，不是，是回报。他们年轻时用双手建起了这座城，老了就该承养他们。不是恩赐，是公平。你的公平，如果被全天下的官员学了去，大燕就不会有老人冻死在路边。所以工匠学院的学生，每人都要在养老院轮值服务1个月。朕回去后会让户部起草一份奏折，工匠养老院制度推广至凉州府各矿区。小姐，这道旨朝中大臣怕是不会同意。他们会同意的，因为朕会让他们看到有尊严的工人比被压榨的奴隶更有生产力。小姐，京城800里加急，韩文清大人的密信。平西王赵元矮以清君侧为名，已在陇西集结旧部，凉州、甘州驻军将领有变动。陈察其军械采购，近3月购入铁料逾万斤，远超王府用度，事态紧急，请陛下速回。沈峰，今天的考察到此为止，我有急事，必须即刻启程回京。这把是我专门做的，比安保队用的轻3成，后坐力更小，带着路上防身。使用方法赵虎演示过，打开保险，瞄准目标，扣扳机。第1次用可能会被响声吓到，别怕，那是正常的。你的赠言我收下了，如果有一天我需要用到它，我会记住你说的话。哪一句？真正的自由是有秩序的自由。
他难道真是那位？八九不离十吧。停！马车里的人出来受死！陛下，走，我来挡住他们。火器，他手里有火器！我们人多，一起上！沈风，你的枪开张了，包扎他的伤口。我们换小路去凉州。王爷，刺杀失败了。他手里有一种小型火器，可以连发，不用点火，抬手就能射。小型火器连发是黑石城造的。王爷，这是潜伏者传回的系图，此物化为手枪，此乃黑石城的产物，不借火绳，瞬息连发。王爷，探子报，女帝已经绕路去凉州了。刺杀失败，他已经警觉了，马上调动军队，不举旗也得举了。传令，陇西所有驻军今夜集结，明日辰时，以诛奸臣、清君侧为名，起兵。王爷，凉州和京城方面，陆文渊是女帝的人，必须速战速决。传令前锋骑兵1万人走岐山道，截断凉州与京城的联系。主力2万步兵携带工程器械走官道，3日内必须拿下凉州。小昭月，你父皇打天下的时候，是我替他挡了3箭，你一个女娃坐得稳龙椅吗？陇西急报，赵元祥反了，3万叛军已出陇西。关闭城门，全城戒严，点燃烽火台。最快速度通知黑石城，通知京城，凉州要成战场了。陆文渊，陛下，您怎么起来？赵元刚派了20名死士在回京路上截杀阵，李贤清杀了12个，朕用手枪杀了3个，剩下的跑了。赵元刚马上就会知道刺杀失败，他一知道就会立刻举旗。已经举旗了，半个时辰前收到急报，3万叛军出陇西，走岐山道，正在向凉州推进。多久到？最快3天，最满5天。凉州有多少兵？守军3000，赵怀恩的骑兵5000在外围。但他现在在甘州，最快也要7天才能赶回来。京城援军即使现在派快马求援，往返至少1个月。3000守军，3天时间，3万叛军。黑石城距凉州150里，快马1天可到。但黑石城安保队只有300人，300人。沈风有枪，朕这把枪9发子弹杀了3个刺客，
沈峰库存有多少？臣不知，但上次在黑石城，安保队人手一把手枪，配36发子弹，人手一把36发。他还提到有一种叫 AK47的自动步枪，比手枪热成员5倍，射速快20倍，但子弹太少，无法量产。派最快的信使走2条路，一条去黑石城，告诉沈峰凉州危急，带上他能到的所有枪；一条去京城，告诉韩文宁调3大营进军西北秦王。陛下，你不回京城？回京城的路上有赵元耀的伏兵，朕能活着到凉州，是因为走了小路，如果再走大路回京，等于送死。凉州城高3丈，有护城河，有火炮，比路上安全。朕在这里等援军。陛下，如果援军不到呢？那就打，3000人也能守，至少能守到黑石城援军来。沈峰，你的枪已经开张了，现在朕需要的不只是这把枪，是你。沈爷，凉州！赵胡，叫所有人起来，今晚装车，明天日出出发。300安保队全部带去，那黑石城谁守？能改变兵力对比的是这个，50把全带，23000发子弹全带，手榴弹全带。安保队挑最好的30人，每人能熟练操作 AK47，剩下的留在黑石城守城墙。沈爷，带30人，凉州被围了，叛军3万。现在我们有50把 AK47，23000发子弹，200枚手榴弹。这不是守城的火力，这是进攻的火力。沈爷，手榴弹引信有5秒延迟，战场条件下可能不准。够用，我不需要手榴弹完美，我只需要它在叛军头顶上炸开。150里，急行军一夜，我们抢在叛军之前入城。进城之后，凉州城墙就是我们的掩体。AK47打守城战，我算过，一个人守一个大口。一支枪配400发子弹，能顶住至少50波冲锋。一个人一个大口，50支枪就是2500波。通知所有人，今晚装车，明天日出出发。我去，我带医疗队随行，20名急救员，全部会用止血带和酒精清洗。凉州城里的军医不够，叛军围城15天，伤员能把军医战挤爆。好，医疗队随行。带够酒精和纱布，弹药怎么运？至少10辆马车。不用马车，用驼马，30匹驼马，每匹驮1箱子弹或枪支。马车在戈壁滩跑不快，驼马灵活，能跟骑兵一起走。周铁，你留在这里，负责城墙上的投石车。黑石城要是丢了，我们连家都没有了。这把枪留给你，不是为了开枪。是为了让守城的人看到你腰上有枪，他们看到枪就不怕，因为整个西北都知道黑石城的枪打出去不落空。走。沈爷，走戈壁近道，但这条路没有水源，马受不了。在黑水河谷补水，绕一点路，但能避开叛军前飞。沈爷，马蹄儿，新鲜的，至少10几匹马，方向是朝我们来的。隐蔽！
马蹄印不少，是朝凉州方向的，可能是黑石城的援军，追上去看看。用弩箭，不要开枪，枪声一响，叛军主力就知道我们的位置了。嚯！沈爷，叛军先锋5000人，今晚宿营在黑水河谷北段，正好卡在我们补水路线上。绕过去，走黑水河谷南段，那里有一段废弃的河床，叛军不会去那里补水，必须在叛军合围之前进入凉州城。如果让叛军先完成合围，我们就只能在外面看着。后山缺口还在凉州守军控制中，叛军还没完成4面合围，趁现在进城。跟上。黑石城，神风，开门！开门！黑石城援军到了！就这些人，50支 AK-47，23000发子弹，300枚手榴弹。移动投石车呢？你不是说在造吗？还在图纸上，等它造出来，这仗早打完了。现在能用的就是手里这些。凉州守城靠枪，不靠投石车。你来了，带了多少枪？50支 AK-47，每边配400多发子弹，300枚手榴弹，30名步枪队员，10名医疗急救员。投石车呢？没有，守城不需要投石车，步枪就够了。投石车是攻城用的轰城墙，守城需要的是杀伤冲锋的敌人。AK-47在300步外就能打死人，叛军的弓箭射不到垛口，我们的枪能打到他们冲锋阵中。朕在黑石城说过，这把枪不需要上膛，但它已经上膛了。现在朕需要的不只是这把枪，是你。你们剑术最好的弓手，挑20个人出来。是。这不是弓，这是枪，不用拉弦，不用瞄准3年，扣扳机就响，响一次打一发，连扣连打，弹匣空了就换，别等，战场上等1秒就是死。看到了吗？300步外的石头，你们不需要成为神箭手，只需要练3个动作：瞄准、扣扳机、换带匣。今天上午练，下午你们就是木枪手。拉环，扔，5秒后炸。扔早了，叛军能捡起来扔回来；扔晚了，在你手里炸。所以，等2个呼吸再扔。记住了吗？火力方案：叛军进入300步，进入100步，步枪自由射击；100步连发弩覆盖，冲到城下，手榴弹。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。没有投石车，光靠这些枪够吗？
守城需要的是在敌人冲到城墙之前就打死他们。这些枪能在300步外做到这一点。叛军的弓箭射不到我们，我们的子弹能打到他们，这就够了。凉州城已是死地，3日内，我要这把火器插满整座城头，如有退者，杀无赦。禀报王爷，回京路上的死士回传，萧昭月此刻就在凉州城内。天助我也！传令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攻下凉州。我要让大燕的龙气断在这戈壁滩上。这么多人，比凉州城里的人还多。人多不一定赢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传令，叛军进入300步之前，任何人不得开火，步枪队等我的红旗落下。步枪队自由射击！继续打他们的弓箭手，弓箭手才是威胁。这是什么？弓箭怎么可能射穿盾牌？叛军的弓箭射不到城墙上，他的枪能打到叛军阵中。这不是打仗，这是碾压。沈峰在城里，他把那种连发火器带来了。上次探子说他在黑石城只有30把手枪，这是什么？王爷，前线千户说那种火器射程远超弓箭，盾牌盔甲全挡不住。第一波冲上去的没一个回来的。围城，四面围死，耗光他们的弹药。我不信那种火器的子弹是无限的。好用吗？陛下，这枪太厉害了！我今天打了60发，最少打中了300步外的3个叛军。300步，弓箭根本飞不到。这就是工业的力量。一个练了15年弓箭的人，被一把枪在半天内超越。陛下，第一波打完了，子弹消耗6000发，毙伤叛军约2000人，平均3发子弹换1个人，这就是步枪守城的效率。但叛军不会一直这么冲，下次他们会换战术。叛军会换什么战术？佯攻，消耗弹药。赵元凯不是傻子，他吃了这一次亏，不会再让士兵正面冲枪口。那种连发火器，射程比弓箭远1倍，正面冲是送死。但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正面冲，四面佯攻，每个方向只派500人，带盾牌，带云梯，虚张声势，不上真正的主力。子弹打一发少一发，等他们子弹打完了，我们再总攻。王爷，四面佯攻如果被识破，沈峰可能只在一面步枪，那就让他识破。但在识破之前，他的步枪手要跑4面城墙。佯攻不费弹药就费体力，我们都不亏。沈爷，叛军在搞我们，今天跑了4趟了。每次我们赶到，他们就退了，子弹一发没打，但兄弟们腿都跑软了。他在耗我们的体力。传令，步枪队全部留在南面，
其余3面守众用连发弩和投石撑，南面是主城门，只能从南面推。沈爷，子弹只剩18000发了，但叛军如果一直这样，等总攻时我们人困马乏。赵元侃耗不起，3万人在城外扎营，粮草消耗是我们的10倍。南面子弹11000发，手榴弹40枚，北面、东面、西面弩箭各2、3千支。总攻来了，这是全面进攻的信号。步枪队，南面洞口就位，所有人，叛军进入300步之前不要开枪，自由射击。沈爷，子弹打不穿3层盾牌，继续打，打盾牌缝隙，打脚，手榴弹。沈爷，子弹只剩5000发，明天若再来，子弹就不够了。若明天再来，换回连发弩，子弹留着最后一道防线。弩箭准备，投石车准备，这次用老办法守。赵怀恩比预期提前2天。王爷，大事不妙！赵怀恩的骑兵奇袭后方，我们的粮草全被那帮疯子烧毁了，大火已经救不回来了。撤回陇西！末将赵怀温奉命增援，来得晚了，让沈大人独自守了10天。不晚，时间刚刚好。末将建议俯守凉州，等京城援军。赵破蒲老将军率禁军15000人，最快7天到达。那就等7天后兵发陇西。下一仗是攻城，陇泥城墙比凉州更厚。攻城不需要子弹，需要能轰开城墙的东西。我回黑石城移动投石车可以开工了。王爷，撤回兵力2万6，士气低迷。京城援军一到，总兵力将超过我们，陇西恐怕挡不住。派快马去草原找拓跋宏。拓跋宏右口很大，要西北3州。给他，等本王拿下京城，西北3州算什么？凉州守住了，但下一仗我们要主动出击。沈爷，气缸装好了。上次气缸内壁不够光滑，淘了5遍，这次内边光滑如镜。焦炭改良过，硫含量降了1半。炉温昨天测了1600度，这个温度灌钢能完全融化，杂质浮得干净。新锅炉耐压提升了3成。点火，压力稳定，比测试值高了半个。灌钢锅炉成了。沈爷，锅炉压力测试通过，速度不快，但是能自己走，不需要马。4轮独立转向，但戈壁颠簸会影响投石剂精准度。攻城时300步停下瞄准即可。攻城专用，灌钢外壳内装20斤黑火药，3发打同一个位置，城墙能裂开1丈宽的口子。试一发。够用了，3天后再造2辆，开往陇西。赵元海，上次他派使者来谈联盟，我开了条件他不答应，现在他主动来求我，还愿意把西北3州给我。他当时怎么说的来着？本王不需要草原部族，现在又需要了。这是南下的大好机会。赵元连虽然败了1次，但他还有2万6千人，加上我们的2万骑兵，总共近5万。女帝能调动的禁军不过3万，兵力优势在我们这边。凉州之围已经解了，
朝廷有那种连发火气，3万叛军攻3000守兵，10天都没攻下来。我们去了就能赢，别忘了赵元孝损失了7000人，他连凉州城墙都没碰到。出兵，但不是现在。赵元凯希望我立刻发兵去陇西支援他，跟朝廷军在陇西城下决战。我不急，先让朝廷和赵元凯在陇西互相消耗，等他们打得两败俱伤，我们再南下。到那时候，我们要的不是西北3州，我们要的是整个西北。首领的意思是坐山观虎斗。对，赵元涵是一只走投无路的虎，女帝是另一只，让他们先在陇西打一场，谁赢了我打谁。回去告诉赵元仓，草原出兵了，2万骑兵正在集结，让他守住陇西，守住了我帮他，守住让他自求多福。我不会为了一座已经破了的城去跟朝廷拼命。传令，2万骑兵向陇西方向缓慢移动，不急，慢慢的走。沈大人，老夫在京城就听说过你的名字。女帝说你是大燕最能造武器的人，凉州守城50支枪，30个人撑了10天。老夫打了一辈子仗，第一次听说30人能改变战局。30人改变不了战局，改变战局的是50支步枪，不是人厉害，是武器厉害。好，你打算怎么破城？移动投石车3辆，昨天刚从黑石城开到这里，专轰城墙。不用马拉，自己会走。能用多重的弹药？20斤火药罐，罐钢外壳装填黑火药，一发能在城墙上炸开3尺深的缺口，3发打同一位置，城墙开裂，10发城墙就塌了。你有这种东西，陇西城墙撑不过1天。攻城的前半程靠投石车，城墙破了之后靠这个简易手榴弹，拉环扔，5秒后炸，巷战专用。这次带了100枚，够了。明天兵发陇西。那是什么？铁车，自己会走的铁车啊！第一发，快去报告王爷，沈峰那种铁车在轰东城墙，他绕到了最薄的东墙。缺口开了，赵老将军，步兵可以上了。步兵冲锋！王爷，大势已去，从密道走吧。密道通往后山，出了后山就是草原方向。只要到了草原，您就是贵客。这些消息比一座城更值钱。走那条路。沈峰，这个名字，本王会记一辈子。密道，他跑了，那是草原的方向，他去了草原。拓跋宏，草原那个拓跋宏，是，赵元坏会成为他的谋士。一个熟悉大燕军情的叛王，这比3万叛军更危险。陇西光复，赵元矮叛乱平定，此战黑石城功不可没。凉州守城，50支步枪顶住3万叛军10天。陇西攻城，移动投石撑半天轰卡城墙。没有沈峰，这一仗至少要打半年。周铁马撅子获帝国工匠、帝国机匠称号，赏银1000两。苏锦月准荐黑石城医学院。沈峰听风，黑石工业特区总督沈峰，守城有功，攻城有生从4品。黑石工业特区管辖范围扩大至凉州西部3县。陈领旨。赵虎听风，黑石城安保队长赵虎坚守城墙10天，毙伤叛军无嫌，获得忠勇孝的冤屈，朕今天正式给你洗清。谢陛下。叶小河听风，私棉混法部列为朝廷贡品。陆文渊升凉州巡抚，
赵怀恩封镇西将军，赵破宁老将军赐金100两。沈峰，你且留下，朕还有要事与你商议。赵元盖跑了，拓跋宏收留了他。这意味着草原对大燕的威胁不再只是骑兵，他们现在有了一个知道我们所有弱点的军师，城墙高度、武器射程、步枪弹药消耗，赵元侃全知道了。你怕吗？不怕，情报有时间差，这个时间差就是我们的优势。沈峰，事已至此，你可愿随朕一同回京城？多谢陛下美意，但黑石城还有太多事情需要我去做，那里是臣的根基，臣暂时还离不开。真是一个傻子，朕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居然还想着那黑石城。哼，沈峰，你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笨蛋。本月第3次了，草原骑兵不攻城，只抢粮，抢完就跑。这不是一般的抢粮，烧村是为了制造难民，给凉州增加负担；抢铁器是为了仿造兵器，这是赵元辽教他们的。他想消耗大燕的资源。赵元爱知道黑石城的情况，他以为他知道黑石城的水泥路投石车和步枪，他正在和拓跋宏谋划黑石城。他知道多少？半年前的底牌。他知道2辆投石车，但我们现在有6辆。他知道50支枪，但他不知道我们现在有150支。情报有时间差，这个时间差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拓跋宏的目标大概率是黑石城，他在草原整军，准备彻底断掉大燕的武器来源。来吧，让你们见识一下炮弹的威力。